这一集要用我的生命去跟大家来看看它到底打得如何。这边开出一个90欧，这真的在开什么东西？这真的打不太好。OK， 你如果是老妖，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请打紧，当个紧逼就对了。你还有一些选择的话，你有时候可以更紧一点。当然，你有选择性很少，你就要放宽去进攻。但是90欧绝对会在这个时候不会去玩。Hello， 我是 Naven。这一集来分享最好的错误教材，检讨老婆决赛直播中90%玩家都可能犯的错误。微微等于女生赛的职业玩家吗？我相信女生跟微微打过，包括男生跟我打过，都会相信他在女生赛这个级别一定是很长的赢的玩家，而且还赢了很多的冠军。那其实平常微微从不打豪客赛，怎么会跳到这个级别来挑战呢？想说平时都会帮微微检讨非常多的手牌，这一次他有这么好的机会跟这么多的顶尖玩家去对决。而且又一鼓作气打到最后的决赛桌 FT 的有这个狮子的比赛，将近200多人。那其实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APT 它是最后一场的这个特定的这个狮子赛事。其实最后一场比赛不管水上水下赢很多的，大家都会拿最后一发子弹来打这一场。所以简单而言就是娱乐玩家非常多，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去投资看看。老婆也敢嘴，当然敢啦！这一集要用我的生命去跟大家来看看它到底打得如何。我们来开始今天的 APT 的手牌了。那这是我非常的，应该是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去探讨微微的手牌，用我的角度去跟大家分享。或许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igh Roller 的资讯。总共是207人报名，那这个有效筹码多少玩家、均码跟奖池是61万美金。以及第一名有13万美金，那是非常非常的高啊，在这个亚洲非常非常不错啊。觉得现场比赛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所有的现场比赛如果是在最后一场的High Roller，大概落在3000美金左右的话，都会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 feel， 因为玩家非常多。为什么？因为水上的玩家、水下的玩家跟没有输赢的玩家，最后 Main Event 可能后面比赛打到前圈的，都想把这些钱投资做一场High Roller。去做一个输赢，希望最后可以带一个奖杯或者是高奖金回家。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比赛了。那在开始之前我非常喜欢 APT 的这个系列赛，原因是因为它会非常重视这种特别的赛事，主赛事、豪客赛跟这些比赛，他们都会去很隆重的去介绍玩家进到最后9人桌的这些出场过程。然后最后9人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好，我们来看接着手牌。那手牌呢，我就是会以微微为中心去跟大家探讨他在这个 APT High Roller 的同师的奖杯赛跟高奖金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所有他打的手牌。好，那这个牌呢是香港的 Andy， 就是他在+1去 all in 9BBS Queen 非常非常的标准，没什么问题啊。对，那9BB 没什么好开注的。好，刚盖到微微，我们看一下，微微拿是 A2梅花在大盲。那基本上这遇到+1的玩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去盖牌啊。如果是遇到的是后面的玩家，例如说 CO Button， 那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机会可以去扣。假如其他玩家筹码都是比较深的，如果没有比他更短的，例如说剩下6BB、5BB 以内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是有空间的。当然要紧一点盖也是可以，但这把牌就是很简单，就是盖牌。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很好。好，那到这边啊，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总码量分布。那一开始我好像只玩了一下手牌就出局一个玩家了，这种码呢非常的重要，尤其你到了决赛桌，第一个你必须了解码量的分布，这个码量的分布会影响到你的 ICN， 所谓 ICN 是奖金圈的分布。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很明显的是上面有3个比较多的巨码，66BB 到43，但下面呢很特别是哪个地方？第一个已经有一个人出局了，但是第8名的码量到第6名码量都大概9到13BB， 所以微微是落在19BB。意思是什么？他在这个决赛中要打得非常的紧，一开始，然后是玩好牌，等待好机会去扫接边缘牌，基本上他就可以非常的轻松来到前6名，先让后面的短码去做一些冲撞。而且要记住，打这种比较是属于 High Roller 系列的玩家，在决赛桌都不太怕输赢，所以他们有的牌该去就会去，该拼就会拼。好，接着呢，我们还看到这手牌，High 玩家 Open 一个65输题。那这个 Pack 它是这个桌上印象中是1、2名码量的玩家。那大盲微微呢，在这边拿到一个 Q8。好，那 Q8 呢，他选择在这边盖牌。
那我觉得这个盖牌呢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现在剩下7个人，因为他刚刚没有盖牌过程就出局一个玩家嘛。那这时候我印象中他马应该还是落在第5名左右，有2个还是比他短的。所以这个牌呢，我觉得如果玩家是你们不太会处理的这个手牌，在决赛桌打谨慎一点，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遇到的是一个 CL 开注，基本上你会知道他翻牌后是要做很多的进攻。那如果你不太会处理这个 Q8 要盖牌，我觉得非常的合理。那如果你觉得你是会非常对抗这玩家，你觉得你跟他打有优势的话，你要抵抗也可以，对。但是我觉得在决赛桌小心一点，打紧一点，先让短马出局，找更好的机会，或许是一个胜率比较高的方式。好，接着我们继续看，一样是剩下7个人，左上角我们可以无时无刻注意左上角这边跟右下角的盲注表。好，那这手牌呢，加一玩家 open， 然后一样马多玩家在嗨决做个3B 去挤压这个 pack。好，那这时候微微，真的蛮好运。你开设手牌，我印象中它都还蛮简单可以处理的手牌啊，所以他这把牌带JJ 就是直接 all in 的嘛，对，因为它这么短的筹码，刚好不到20 BB 嘛，就直接 all in。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过程，它有没有顶住？对，顶住这个跑马。It's on their backs. Linting up to 3.2 million. Great news for her is that one of the aces has already found the mark. There you go. She's asking Pac, do you have an ace? Yeah, he did. Whoa. Oof. Never easy. Board. Adds kings to the outs. Never easy. Some 10s now possible as well. 5 outs, one of them eliminated. The aces have been swapped as outs, would make the straight for Lin. There we go. 好，那我们看到微微稳，好不好？这个感觉是有忍住这个心中的开心，然后很沉稳一点这个筹码，我觉得很重要。在决赛桌，不要因为你赢了就非常开心，因为你还有很大一段路要走，还有很多玩家去对付，所以其实你要很专心算完筹码。有时候呢，真的有些发牌玩家真的可能不小心点错1-2颗筹码，那吃亏的是你自己，也不是对方的错。所以其实你很关键是要把筹码算完。好，他筹码来到了40个大盲啊，顶住了这个很关键的跑马。那我们看到这个马量分布，大家可以知道说，现在你看很明显有2个短马，所以你在决赛做就是要小心处理这些手牌，先让这些玩家出局。那你的40 BB 呢，也可以针对这29 BB 玩家去施加压力。当然前面的老大你就要尊重他，这就是决赛做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谁的筹码多，你就必须要小心他。那如果筹码少了，你就让他先出局。对啊，当然你有一些其他一些原因要去针对他，那也可以，那你就是必须要非常有经验。好，接着呢，我们来去看下去。好，那这手牌呢，Button 玩家、泰国玩家、年轻小伙子 Open 一个18欧，那微微在大盲拿一个96欧，那这非常轻松去盖牌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有个地方，大家看左上角，已经来到剩下最后4个人了。没有错，你没看错，什么才玩几手牌，微微就剩下4个人，这个就是 High Roller 的决赛桌的一种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基本上你可能在决赛桌，你就一直盖玩你该玩的牌，然后不会处理的牌你就盖掉边缘牌。基本上后面的短马跟后面的中马很容易就有一些冲撞了，只要大家都没有翻倍的情况之下，很快就来到5个人跟4个人了。但是这个期间可能就会打非常非常久，所以你基本上我真的打 High Roller 进到决赛桌，你就是不要犯太大的错误，就打得谨慎一点或紧一点，然后去玩一些你会把握的一些手牌，那基本上很有机会可以打到最后的前5名。那这手牌呢，我也在小盲拿了一个 AK。OK， 那这边呢，看他是跟注还是加注，我觉得这2个都可以，那就看大盲玩家为主。那大盲这玩家是我一个香港朋友，他叫做Jeffrey， 人非常的不错啊，就是非常的 nice， 很好。然后私底下其实人非常的活泼，你看他桌上好像酷酷的，就是香港帅哥，但是他私底下很活泼，因为喝了酒也很嗨，就是会跟你聊很多天。好，那这把牌微微选择 raise 到了3x。好，那我觉得 raise 不错，我觉得 Jeffrey 他其实也是一个蛮小心玩家，所以也不太会做一些冲动的，所以我觉得 open 很好。那 Jeffrey 有他的牌也会去 all in 微微。对，那看翻牌，那98他们抵抗之后，这个一个10 high ball。对，这个10 high ball 的 ace king 没有带黑桃。
那大家不要忘了，我是跟你们一样同步时间去看微微打这每把手牌，所以我们是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个节奏。那也不会说，因为我现在去录这个影片就是先看过，我觉得这个感觉是更实劲感。好，那微微这边下注一个注码，我们看一下，就是他下注有一个底池好像是1/3左右，因为他下注之后这个底池是95万，他把它这个加上去，所以大概好下注1/3多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第一个3-4其实看起来是很容易中牌嘛，在大盲的一些感觉的上的范围，但其实3-4抵抗3BB Open 也没有你想象中来那么多。为什么？因为对方拿一些可能 J3、Q3 off， 那这种手牌基本上是不会抵抗3BB Open 的，比较少。对，那例如说可能是拿到什么更夸张的94。这种手牌就是很开的2张，不是输题的，基本上都不会抵抗，所以大盲会抵抗的范围其实是第一个一定是2张都是同色的手牌，那很开的手牌也可以抵抗，例如说什么14输题、13输题，但是 off 的牌不同的颜色它一定不会抵抗，所以呢，其实3-4这个波面我觉得去 C 倍发小是可以接受，而且在转牌你如果来一些 Queen。来一些J 的高牌以上这些手牌，你都可以做一些就是 double barrel， 甚至你要去直接眼领是一个非常大牌也可以，因为毕竟大盲其实很难会有3-3以上的对子，因为这些手牌它是一开始在这边左下角可以看到它的筹码是 cover 为2倍以上的，所以我觉得 Jeffrey 如果拿到3-3以上对子，在翻牌前都是直接 all in 微微的几率是非常大概率的。对，那他会拼跟的牌就是极大的一些大对子，像埋伏。或者是就是一些刚刚讲的一些还不错的一些同色手牌或结构牌，这些可以去打翻牌，所以这后面其实也不容易启动到太多手牌，所以我觉得 OK， 这里下注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有趣的是，假如你 S King 是有带一张黑桃的，那你也有空间可以选择 Check Raise， 那我觉得这也是蛮有威力的。那你可以 Check Raise 就是跟他打一个很大的底池去拼这把牌，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好，那后来的威就是很单纯下注就收下这个底池了。好，那接着这手牌一样是4人桌，这边开出一个90欧，这真的在开什么东西？这真的打不太好。为什么？原因是因为 Jake Chevery 50BB 在你后面，然后在下2家，我印象中这时候4人马量分布很关键。你看哦，这个泰国的年轻小伙子50BB，Pack 只有82BB。我们讲过，决赛中很关键的是一个什么重点？就是第一个。你要先了解马量的分布，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最小的老幺。OK， 你如果是老幺，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请打紧，当个紧逼就对了。好，那在第二个，什么是紧逼？很简单，第一件事情你去看一下，就是所谓的 GTO 的一些开牌范围，每个位置标准开牌范围。如果你是4人座，你去看 CO 位的开牌范围。好，但是你又在决赛座，所以原本的开牌范围有可能是你看8人桌的开牌范围，或者7人桌的开牌范围，就要去筛减一下。你还有一些选择的话，你有时候可以更紧一点。当然，你有选择性很少，你就要放宽去进攻。但是90欧绝对会在这个时候不会去玩，有最差玩到的是2张同色的，例如说18输题加都比90欧来得好。那这些因为你翻牌后有机会买到花或买到顺去做一些比较容易的进攻。你开90欧后面3个玩家有很多筹码，所以你很容易去被挤压，或者很容易遇到可能他们去抵抗。那你当然去越多人跟你抵抗，你的胜率就是越低。对，而且很多情况是，例如说可能 Jeffrey 假如没有3B， 他是平跟，有可能就被小盲或大盲这些长马玩家再做个挤压。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很容易遇到一些被进攻的状况，所以90欧其实在这边就是该牌不要玩，但是玩了，所以犯错了就会被遭遇到惩罚。这个 Jeffrey 打得好啊。OK， 这个系列呢就特别，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 APT 的豪客赛，那也是我从以前到现在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参加豪客，不算台湾那种就是3万3，真的也参加过1-2次，但是出国只有参加过1次是 APT， 因为他那个奖杯赛6万买入台币，然后大概只有10个人打，所以我那次有打，这一次是第一次一挑战就是挑战一个13万买入的比
赛，因为我平常 BR 大概都在$1000以内，我没有在打那么大比赛。那 Nevin 就说他觉得这次的 feel 很好，每一次 APT 新系列豪克赛总共会有2只大狮子，那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只大狮子呢，主赛期间可能死掉的人就会去打这一场，所以他就鼓励我，叫我去打一发看看，结果还蛮幸运的，就一发，然后有打到后面。看到这边是非常不过瘾，没有关系。那之后会跟大家分析更多的决赛桌的手牌，包含普遍玩家会有发生的9大漏洞。那我们之后的影集拭目以待。那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当然，其实很多决赛桌都是连锁效应、连锁反应，一个人的决定会影响到所有人的状况。或许我不会这样做，就不会产生这个情况。但是在桌上，你要面对的是不同的玩家。喜欢呢，记得订阅、按赞、开小铃铛。我是 Nathan， 可以订阅我们的扑克夫妻的IG、FB 跟 YouTube。那希望你们会喜欢，各位再见。